讓外商賺錢又急了。印度重罰美國公司484億，美國收割全球，印度收割美國的魔幻劇情再次上演。3年前，印度證監會強勢出擊，怒罰美國著名投行簡潔集團484億盧比，理由居然是他們在印度股市賺的太多了。賺錢多犯法嗎？不犯法，但是賺印度人的錢犯法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众所周知，最近几年在欧美媒体的一阵吹嘘下，印度概念一直很火，再配上一個會演戲的莫迪，成功樹立了下一個中國的形象。全球資本爭先恐後的湧入印度，生怕錯過了財富快車。蘋果無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。印度組裝的 iPhone 產量在4年內翻了10幾倍，據說現在的產能已經佔全球銷售的20%左右。印度 GDP 也以年均7、8個點在上漲，很像本世紀初的我们。但吊詭的是，印度制造佔 GDP 的比重不升反降。莫迪當政8年，制造業萎縮了將近1個百分點。別看數字不高，但要算到就業上，1個百分點可能就影響幾百萬人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印度這幾年高增長的 GDP 是怎麼來的呢？當然是炒股。与我們嚴格限制外國資本進入大 A 不同，為了快速提高 GDP 與國際接軌，印度股市是敞開大門歡迎外資進入的。這麼做的好處是可以快速吸引外資，充實本國資本市場；壞處是外資喜歡快進快出，他們既然能在短期內拉抬股市，也可能因為快速撤資拉爆股市。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，23年的土耳其里拉崩盤，南美洲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都是外資快进快出的杰作。莫迪開放印度股市後，外資聞風而動，孟買指數翻了1倍，是全球表現最好的股市之一。美國資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拿剛剛被罰的484億的簡潔集團為例，這隻華爾街大鱷是美股的做市商之一，可以簡單理解為股市中的大莊家，只要價格合適，他可以無限量吃進別人抵押給他的股份。從中你就可以看出簡商集團的實力有多強，只能用深不可測來形容。所以當簡潔集團進入印度股市後，如同博士生導師與小學生一起考試，賺錢跟玩似的，2年便賺了3650億盧比。如此彪悍的業績是如何取得的？說來也簡單，簡潔集團用了在美股中很常見的量化交易工具，他們有一套自動交易系統，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幾十上百萬筆交易，每筆交易可能就賺幾塊錢，但是耐不住人家频次高，數量大呀。整個華爾街已經玩了这麼快30年了，但是對於印度散戶來說還是一樁新鮮事。簡潔集團在印度股市中的具體操作是，先在開盤指數走低時調集巨量資金買入成分股現貨，瞬間推高指數，然後在期貨市場加槓桿，購入空頭期權看跌指數。這時印度散戶一看指數上漲了，紛紛追高買入多頭期股，看漲指數。簡潔集團看散戶進的差不多了，便在距離收盤還有幾分鐘之際，用量化工具大規模拋售成分股，造成指數劇烈波動下跌。雖然簡潔集團可能股票現貨上會有點損失，但是在期貨市場上因為加了槓桿，仍能夠獲得高額收益。2年來，簡潔集團用這套玩法不停地抽印度散戶的血。SEBI 數據顯示，印度90%的散戶都虧錢，人均年損失12.5萬盧比，相當於印度中產半年的收入。期間，華爾街一直流傳着印度股市錢多人想速來的傳言，很多投行向簡潔打聽相關情況，準備一起抽印度散戶的血。誰料印度證監會火速出手，不但重罰了簡潔，還勒令其3個月內清空持倉，退出印度股市。簡潔集團當然不認可印度的處罰，聲明自己沒有違反任何交易規則，並表示一定會申訴到底。該怎麼評判誰對誰錯呢？說實話，就簡潔集團那套量化交易的玩法，各國散戶是深惡痛絕。因為散戶不像大機構能夠調動大筆資金研發量化交易系統，1分鐘內進行幾十萬筆交易，他們只能自己盯盤手動操作，一天買賣了幾十筆了不得了。雙方的差距猶如散戶還停留在冷兵器時代，但是機構已經開着 B2轟炸機了，這仗怎麼打？不過量化交易又是合法的，它沒有違反任何規則，沒有內幕交易，沒有操控股價，只是用的工具先進了一點點。印度政府急的可能不是簡潔搞量化交易，而是他們本國沒有人能夠做量化交易，錢都被外國機構賺走了，這是印度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的。那麼怎麼辦呢？只好再做一次外企坟場了，通過強制手段讓簡潔把錢吐出來，表面上在保護印度利益，實際上只會讓外資對印度失去耐心。以後外企每賺到1分錢，都會快速轉回母國，絕對不在印度停留。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不看好印度的原因。印度上層的目光非常短淺，而且有着變態般的自尊心，總覺得讓外國人賺了錢自己就虧了。經濟學的水平和董行差不多，卻不知道只有讓外商賺了錢，他們才會在印度投更多的錢，帶來更先進的生產技術，推動印度社會的整體進步。一個不懂得暫时隱忍、分析紅利的發展中國家，注定永遠發展不起來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